大家好，我是 FCGRJ。那就在今天5月9号，我们迎来了一波新的改版。那这个改版的话，主要就是这个卡包啦，复苏军团哦。那在进这个卡包之前，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改版还有什么其他的改动哦。首先是这个其他小配件的部分，小配件的话就是有这个赫鲁斯的卡套啊，然后这卡盒，这卡还蛮好看的，感觉喜欢的话可以买，这卡还蛮好看的。好，然后再来是那个前2天有更新一个10G 的哦，那个的话就是有一些系统上的更动了，但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的更动。嘿，那主要有一个是，就比如说现在贴在后台的永续魔法、永续魔线，它会有一个资讯显示啊，就是跟你说哦，它是永续魔法或是永续陷阱这样子。再来是那个现在你可以把那个卡片放大来看。就是像这样子哦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钻卡有没有放大来看，很好看，这样子有没有？好，很削啊！这是这一次新增的卡图放大检视功能。如果你在疑惑你的储存空间到底去哪里的话，变成这些东西了。好，然后这有观众会问说，为什么它那个放大很模糊？主要是你这里有一个设定哦，就是什么品质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它调成高品质，这样子它才会是画质比较好的，这个你们自己来注意一下。这样，那接下来就进到大家万众瞩目的卡包啦。那先说结论，这包很值得抽，因为大部分的卡片都很厉害。首先是这个延寿，转生延寿这次迎来了一个还不错的加强，那包括是这个新的怒火凤凰，然后还有这个球跟魂马，就这些延寿其实都可以考虑去使用。当然，就不是每个构筑都是全部带啦，但就都是有用的卡片。然后泛用卡的话，大家期待已久，这个 SP 小叶哦，就终于出啦。那这张卡非常非常强，就足以影响 Meta。虽然大家都能放，但是就是有些牌组收益特别好的，像是消防队，就强度就会再上一个档次这样。那旧机不多讲，旧机旧卡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赫鲁斯系统。赫鲁斯系统的话，也是这一次新增的一个强力辅助系统啊。其实这个系统的话，在 OCG 没有那么亮眼，就是它没有达到就是饼图最上面的那个部分，就 T1 啊之类的，它大部分这个系统的卡组都是在 T2 之类的，就是能竞技，然后但是不是竞技的顶端，是竞技边缘的感觉。那具体搭配的话，在 MD 我自己觉得，首先是伊斯坏，因为它可以 R8 嘛出真血攻，然后也可以很好的处理手牌一些废件，然后再来是像是赫鲁斯自然，然后有人在玩的赫鲁斯天晴。那我觉得自然的话也可以再试一试啦，然后还有像赫鲁斯奇美拉，就可能都还不错。再来是记忆物哦，但记忆物的话目前还很烂，就是它要到1205强化之后才比较像个卡组，所以大家可以先抽，但是玩的话比较不建议啦，除非你想自虐这样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到大家注重的焦点哦，就是要抽几张，要抽几张。那如果你要玩延寿的话，这个就老凤凰可以2张，那也可以不带，就是不留。但是我是建议先留啦，因为你构筑有可能会用得到。对，那就具体是要看你要不要玩那个转身2速烧场，就也有不玩的流派。就我自己看到，其实后来大家不采用的反而比较多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新的这个烈火凤凰哦，那这个凤凰的话，如果你要外挂的话1张就可以，然后如果你要玩延寿的话要3张，就最好留到3张这样子。然后小叶的话是2张，留2张基本上就可以了，除非你要拿去喂强金虎，不然小叶最多2张，就消防队的话才会用到2张这样。那其他卡组大部分都是外挂1张，然后旧机不讲这个老东西。然后延寿这颗球的话有就是投入1到3的构筑啦，那大家可以看情况留。基本上如果你要玩的话，可以考虑先留着3，那之后再说这样。好，然后荣光的话就留3张，就有挂的话基本上都是3。然后这个猴子1张吧，对，就这张卡片真的很废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把它当 U 啊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啥。好，那没办法，那因为基本上如果你是外挂的话，你也都是外挂这一只猴子，所以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你还是要抽，对。好，然后记忆物的话，这个大哥我记得是1到2张，然后这个女巫是3张。
那这个系列的话，我可以建议你们先留下来，就之后可能可以考虑玩一下。那如果你确定你一直不想玩的话，那你可以把它分掉，因为这个卡组暂时啦，目前还是不是那么主流，就不是所谓的 T1， 但它是一个可以竞技的卡组，在1205出来之后这样。那这个没什么用，不用留。然后魂马的话，可以留个1张。你要玩延寿的话，可以考虑留1张就可以了，也不一定会用到。然后王之冠的话，你拿去外挂的话，应该是1到2。那如果你要玩赫鲁斯自然的话，会放到3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，我是建议你们直接把它留满了，就留3就好了，先不要分。好，然后这个没啥用，基本上竞技卡组不会用到，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卡组需要用到，你们再自己留吧。好，那大概这样。所以懒人包的话，这个就是2、3、2，这个不说，然后这个3，然后3、1、1，更正这个2，然后这个3、0，然后1、3、0。这样子，那我自己觉得这个卡包会带来 meta 变化应该还是挺大的啦，大家可以自己再多玩玩这样子。那首先是这个消防队哦，消防队我前几天有出一部那个攻略影片，然后还没看的赶快去看。那在小叶出来之后，就是把小叶放进去就对了。那主牌组的话，我目前是采用这个不用摆头的构组啦。我自己觉得小叶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抛弃那个幻兽机，不要了。然后这个 PSY Link 2，我自己觉得还行。还是可以考虑带着，尤其是你手上卡这个头的时候，这卡片还蛮有威慑力的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考虑还是带着的。那烈火凤凰跟四海龙要不要？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在视对局情况去做选择吧。消防队是比较不好触发这个烈火凤凰的，对比起蛇眼。那如果不想带的话，可以考虑带阳光狼啊，或是封界独角兽啊，或冥神啊之类的都可以。那小叶的话，我是推荐带2张的。那主牌组大概就是这样，大家可以再就去抄去玩玩看这样。然后纳季的话还蛮好用的，就是现在你宁可万搭配小叶去踩坑还蛮能踩的，所以我是推荐可以带1张纳季的这样。好，然后再来是这个赫鲁斯系统的部分啊。这个赫鲁斯系统的话，我今天试玩了一下，这个猪类1-4坏，我自己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还蛮不错的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就是挺好玩的，强不强我不知道，但是还就是象性还蛮好的，就是说除了你出真血攻的展开方式以外，你原有1-4坏的展开方式也是可以跑的，就是等于说你进攻手段更多样了啦。然后王之冠啊、荣光啊，也可以很好的处理上手的这个3步1夜小丑，然后什么剑神官、速神像的，对。然后跟劈头的象性也很好，就是你荣光丢卡，然后去找一张，这个几乎大家都会挥的。那一挥，你这个劈头只要一出来，就差不多赢了。所以我觉得赫鲁斯猪类在 MD 的话，应该是比 OCG 那时候来的好很多啊。OCG 那时候大家其实都不玩赫鲁斯的，就后来玩一玩都跑去玩纯喷的，对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在 MD 还是蛮有希望的。那外挂的话，我是建议挂3个荣光，然后1个猴子。那王之冠1到3，我觉得可能大家可以再去做调整。那我自己是带了2，因为我觉得深抽上手其实不烂。然后 R8 的话，我多带了1个机神，我自己觉得后手踩坑可能还不错。对，然后小叶也是必带的，基本上。然后响尾蛇要不要带，大家再自己去做决定啦。我今天是没有用到过。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然后剩下赫鲁斯系列还有赫鲁斯自然啊、赫鲁斯奇美拉，我觉得都应该还没有潜力啦，之后可能实况上也会再去玩。然后延寿的话，我应该也是会去玩一下。我觉得多万的延寿可能不烂，但我今天遇到大部分就是对面瓢虫，然后吃我劈头倒，对，不然就是我先守，然后消防队盖完4，然后对面下瓢虫，然后 contain 就死了。就那个牌组，说实话还是蛮怕那个除去的，不管是先后手，所以具体构筑怎么搞，我觉得可能要再想一下。但是 MD 延寿有一个不错的点，就是它有3个陀螺，那陀螺应该是要带的，对，就陀螺有3个陀螺的延寿应该不会烂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大家构筑再试着研发看看啦。对，延寿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。
之后的话，我应该会针对消防队的那个小叶出了之后，再去出一期影片啊，因为不出的话，一定一堆人问，好，所以之后应该还再出一期影片。那赫鲁斯一四坏的话，可能也可以水一片吧，但我最近自己学校比较忙关系，所以我也不太确定。有能的话我就出，然后消防队上一片那个 B 站忘记上了，忘记上片了。今天应该这部影片出完之后再找时间把它补上。好，那个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实况上来询问。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可以加入会员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。我是 FC 加这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